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景帝后元年。是的，汉景帝又改元了，往事一键清零，纪年重新开始。既然是万象更新，皇帝呢就必须搞一些与民同乐、普天同庆的政策。于是春正月又一道轻刑诏书颁布了，说疑难案件应当审慎处理，拿不准的就不要轻率定夺，交给上级就好。上级长官如果也拿不准，就再往上报到最高司法部门廷尉那里。整卯之后，就算上级部门认定原先的判决不恰当，原先的诸审官员也不用担责。总之啊，判案这种事情，各级官员必须以宽大处理作为指导精神。然后又是大赦天下，又是大普5日，期间甚至解除了酒类买卖的禁令，营造出一种诏书一出，举国同庆的气氛。我们看到这份诏书的内容，会以为在此之前有争议的案情并不上报，初审就是终审，但并不是。早在刘邦时代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公元前200年，就已经有过同样主题的诏书了，只是针对性不一样。景帝诏书要解决的是断案草率的问题，给出的司法精神是人命关天，能多慎重一点就多慎重一点。而刘邦诏书要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因为疑点和争议总会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张家山汉简邹验书让我们看到了一案上报的实例。我们看邹验书里第一个案例，时间在刘邦诏书的4年之后，地点在今天的湖北省境内。当时这里有少数民族聚居，所以呢，基层政府称为道。道的长官审判一个名叫吴忧的蛮夷男丁，罪名呢是不服从服役安排逃亡了。吴忧是个懂法的人，大声辩说，法律有明文规定，蛮夷男丁1年缴纳56块钱就可以免除徭役，钱我已经足额交了，凭什么还要让我去服役呢？控方的意见是1年交56钱的规定，免除的只是徭役。吴忧这次被征发是去屯戍，而不是服徭役，两码事儿。再说了，就算这笔钱可以把屯戍义务一并免除，那么当屯戍的指令下来了，吴忧据理不接受也就是了，为什么接受了屯戍的指令却半道逃跑了呢？案子到底应该怎么判？地方官呢拿不定主意，上报。上级部门有说该判吴忧腰斩的，有说不该的，最后是廷尉给出了终审意见，简单明了，腰斩。一案上报并不是新鲜事，区别只在于从速还是从宽。刘邦时代年年战乱，必须效率为先，萝卜快了不洗泥。那景帝时代进入承平阶段，就既有条件又有必要宽仁为怀了。那么问题来了，汉景帝如果真有一副菩萨心肠，为什么执法层面上又用制度拧成这种酷吏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法律制度越来越宽松，执法官员却越来越严苛呢？制度和执行往往并不匹配，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只不过多数情况下都是制度严，执行宽，因为制定制度总是比执行制度容易得多。那制定制度的时候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巨细靡遗，而执行起来，一来呢会遇到很多复杂情况，二来人力物力跟不上，三来会触发意料不到的连锁反应。那比如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车应该怎么停，乱停车应该怎么处罚，都是有章可循的。但乱停车的现象在很多城市都很普遍。大家之所以能想得通，是因为都能理解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总需要一个过程，蓝图不妨呢闲人画出来，然后慢慢去接近，慢慢去实现。而如果反过来，会不会更好呢？王夫之给出过自己的答案，说如果法令严峻，但执法干部都是宽厚的人，老百姓就会畏惧法律，能过安生日子。而如果法令宽松，执法干部都是酷吏，老百姓就会轻视法令，无辜的人一旦落入法网就必死无疑。这样一看，汉景帝时代的法令就像杀人陷阱一样。我们也许会讲到，汉景帝之所以选拔酷吏仅仅针对大长安地区的权贵人家，不是针对平民百姓的。但问题是，从宁城的出身来看，他在远离长安的济南地区就已经是旗帜如狼牧羊了。
班固在《汉书·景帝纪》的结尾称道文景之治，说文帝、景帝执政的这50-60年里，移风易俗，民风淳厚，文景时代可以和周朝的成刚时代相媲美。原文有8个字，经常被引用：周云成康，汉言文景。一提到周朝的好时光，那就是成康之治；一提到汉朝的好时光，那就是文景之治。西周初期确实有所谓成康之治，成康指的是周成王周康王。周成王即位的时候还是个小孩子，所以由叔叔周公旦摄政，而这位周公旦就是孔子连做梦都渴望梦见的圣人。在司马迁的笔下，成刚时代的政治特点一言以蔽之：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所谓行错，形容没人违法犯罪，监狱和刑具都用不上，或者稳妥一点说，监狱和刑具几乎都用不上。那么相应的，如果文景之治可以看作成刚之治的再现，那就意味着文景时代的社会面貌也应当是天下安宁，行错40余年不用。汉景帝时代的史料确实太简略了，也不知道班固的赞美更加贴近历史真相，还是治都佞臣才能代表当时的社会面貌。不过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当中谈到的社会现实是违法犯罪屡禁不止，一年当中有成千上万的官司。退一步说，即便所有官司都是治都佞臣他们搞出来的，而治都佞臣他们的执法对象也仅限于权贵阶层，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应当呢？这虽然是一个因人问题，但我们可以从实然角度去看。如果去问儒家知识分子，主流答案会是这样的：成康时代对贵族的违法行为有所谓八佾制度，也叫八辟，那可有人情味了。这是正儿八经的周礼，那历朝历代都应该这么搞才对，怎么可以搞法家那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呢？荒唐够当呢！就拿刘荣兰来说吧，就应该像孔子说的那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汉景帝怎么可以把亲生儿子交给治都严格法班呢？退一步说，就算汉景帝要杀刘荣，在家务范围内杀就是了，哪怕亲手把刘荣打死呢，但交给治都由国法处置，这就不应当了。儒家三礼系统里，周礼明确记载了八佾的规则，也就是对8种特权人士的特殊议罪程序。这8种人分别是国君的亲族、国君的故旧、贤者、能者、有功者、尊贵者、勤劳国事者和宾客。这套司法方案在中国历史上是真正被付诸实践了的，打的就是明牌。被议的人和议罪的人通常都属于同一个阶层，要么是皇亲国戚，要么是达官显贵，要么兼两者而有之。可以说，八佾制度是一种在法理上被光明正大认可的官官相护，也是一种在法理上被光明正大的认可的统治阶级的特权。八佾背后的情感逻辑，普通人理解起来倒也不算很难。人们虽然希望皇帝是一个至善至公的最高统治者，但皇帝如果真的公正到把亲生骨肉和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同等看待的话，人们呢又会嫌那不近人情，太冷酷了。理想中的皇帝是一个温和慈爱的大家长，而这种温和慈爱的爱必须符合人之常情才对。只有充满了人情味的皇帝，才可能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能够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的好皇帝，是天下人的慈父。而一个盲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皇帝，简直就不是人。而既然连人都算不上，就更不可能是一个好皇帝了。我们从汉景帝身上看到的是汉承秦制的特点，虽然很有意识的跟秦朝的苛政反着来，努力展现宽和的一面，但毕竟是从秦制脱胎而来的，底色里的法家色彩终归抹除不尽。要等到儒家思想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之后，儒家所鼓吹的等差之爱才会成为社会共识和司法共识，八佾制度才有可能取酷吏而代之。历代学者谈及文景之治，有不少人认为文帝确实当之无愧，但景帝是个刻薄寡恩的人。
无论是人品、才干还是业绩，都矮着门第一截。不过拿文景之治比拟成康之治，至少在某一点上是很贴切的。成康之治成就主要是周成王时代贡献出来的，周康王没有什么存在感。不过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描写汉武帝即位初年的社会风貌，说只要不是灾年，那么家家户户都能丰衣足食。总之社会安定而富庶，所以人人都很自爱，生怕触犯法律。但富起来了，富贵人家就开始骄奢淫逸，横行不法了。这一切都是从景帝一朝继承下来的。最有可能的是，汉景帝确实是个刻薄寡恩的人，但全副精力都用在那些足以威胁王朝统治的大人物身上。刘荣的被杀也好，智都被抛弃也好，晁错依朝衣斩东市也好，还有本年度即将发生的周亚夫被逼死也好，都不足以影响民间经济的野蛮生长。只不过史家的笔墨往往集中在帝王将相的生活圈里，像《史记·平准书》那样荡开一笔，综述一下自己孩提时代的社会风貌，只是偶尔的事情。而这样的记载给读者心理上的震撼，远不如上书那些大人物的死亡。马上就是周亚夫的死期了，这是汉景帝刻薄寡恩的又一则例证。我们下一讲再见。